终于到了公主泻湖，走超久了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走过最难的爬山行程。超诗人、超隐秘的独栋 villa， 乍看之下有那种巴厘岛式的风格，还带点现代感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i。今天呢，来到赖雷，它是一个小半岛，地形非常特别。除了有巨大石灰岩的岩壁之外，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岩石。现在呢，要去爬公主泻湖，这就是第一站要上去爬的地方。你没看错，这里是路口，90度垂直的泥巴路，准备跟着我一起出发吧。一路上啊，需要手脚并用，岩石跟绳子是整路上最重要的辅助工具。现在是12点19分，刚刚才爬了一个上坡。困难度好像蛮高的，而且我的鞋子蛮滑的，大家要记得带上好走的不会滑的那种防滑鞋。继续出发。条岩壁走上去之后，会看到2条岔路跟一个被乱涂鸦的告示牌。看到告示牌了，左手边去景观台，右手边是公主泻湖。先去公主泻湖，再去景观台，走。我们决定先前往难度较高的泻湖，再带大家去景观台。往泻湖的路上会经过3个也是90度垂直的岩壁，这个是第一个。还没到终点，看到公主泻湖，手就已经变这样了。继续加油！记得要穿深色，因为全身都会沾满了泥巴，千万不要穿浅色或是白色的衣服，会超级后悔。You by my head 看到另外一个告示牌了，从这边下去就是公主泻湖了。终于，这个是第2个90度垂直的岩壁。接下来的路程是我觉得最困难、最考验体力的时候。地板好滑哦，还是地板，没错。往下看的时候，那个高度真的很高，要克服自己的恐惧。还有要在粗糙的泥巴岩壁上面找到一个适合的点，而且有时候会有一种抓不牢的感觉。再来要通过一个超小的岩石洞，紧接着呢又是另一个90度垂直的岩壁。终于到了公主泻湖，走超久了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走过最难的爬山行程，超累。看一下这里的景。大家如果体力够好，可以来挑战看看。现在泻湖里面下雨了，回程是走原路回去，本来的泥巴岩壁就已经有难度了，再加上现在下雨，回去的路更是艰辛啊，超滑。我们在雨中一步一步小心的往回爬。No need to be rushed, just be safe. How can you step here? Was so simply. Even my shoe is good. 现在正在打电话给参晚船的船长。你ไม่มีพายุใช่ไหมครับ
因为他说今天大概如果下雨的话，大概3点就要折返回去 Gravity， 但是我们现在被困在公主泻湖里面。这边是前往公主泻湖会先抵达的观景台。刚爬完公主泻湖，整个手变成这样，超脏，还有衣服跟鞋子，超多泥巴，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礼拜的晚上要住的饭店，超私人、超隐秘的独栋 villa。你们看那个建筑物的外观，乍看之下有那种巴厘岛式的风格，还带点现代感的感觉。我也是第一次来这，所以希望不要被雷到。那我们就进去开箱吧。整栋 villa 是楼中楼挑高的设计，我一直都超爱家里面有个楼梯，空间看起来感觉比较大。我自己在台湾的家里，在泰国的家里都有楼梯。villa 里还有个小小的厨房，可以自己煮东西。抽屉里面有附一些基本的餐具，还有个微波炉，个超大的冰箱，跟我一样高欸，超大的。还有一个小吧台。这边也有一个大大的沙发，看一下电视有什么功能。要连续住1个礼拜，电视真的很重要，因为要追剧。普恩每天都很认真的在追《黑道律师纹身组》，早上追，晚上也追。villa 里面还有个私人泳池，本来准备好我的 pony 要在泳池里面拍个美美的照片，但是 pony 漏气了，好险还有漂浮小餐可以拍。接着去看房间，总共有2个房间，2个卫浴。这个是第1个房间，我超爱这个梳妆台，超大，可以摆超多东西，因为我东西超多。而且房间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它的厕所跟房间是可以这样子互相看得到对方的，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就变得很宽敞很大。去看一下厕所，我觉得厕所空间很大，而且它有2个洗手台，2个人就不用抢，1人用1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浴缸。它的保险箱的尺寸还蛮大的，可以放得下我1个手这样子，半只手。再来这间就是第2间房间，也可以睡2个人，然后里面还有自己的卫浴，这边还有一扇门可以通到外面，有个小露台。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椰子树。晚上啦，在上面乘凉可能要晚上，不会那么热。早上还蛮热的，可以晒个衣服，马上就干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 Kimi 握手，我们下个礼拜6见喽，拜拜。